在佛教的教义中，冤亲债主是一个重要而深刻的概念。它不仅反映了因果法则的运作，还揭示了我们与他人之间复杂的因缘关系。冤亲债主并非一种恶意的诅咒或神秘的力量，而是由于我们过去的行为而存在于我们生命中的众生。每一个冤亲债主都带着未解的情感或债务，试图在今生与我们建立联系。由于这些未解的因果关系，冤亲债主的存在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影响着我们的健康、情感和事业。许多人在生活中感受到的种种困扰，往往源于与冤亲债主的业力纠缠。这种关系不仅仅是过去行为的简单反应，更是复杂的因缘网在今生的显现。冤亲债主的存在提醒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遭遇都与我们过去的行为密切相关。因此，理解这一概念至关重要，它促使我们反思自己的行为和内心，以寻求解脱的道路。通过深入了解冤亲债主的本质，我们能够更加明晰自己的处境，意识到自身的业力对未来生活的影响。这样，我们不仅能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也能找到通向内心平静与和谐的修行路径。正因如此，探讨冤亲债主的业力循环及其释放的方法，成为了我们理解自我和他人关系的重要一步。大家好，这里是智慧人生，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要深入理解冤亲债主的存在，首先需要掌握业力的基本概念。在佛教中，业力是指一切行为所积累的结果，这些行为不论善恶，最终都会结出相应的果。业力的运作并不限于今生的作为，它还包括我们在过去生中所造作的种种业。这一切行为的累积，使得每个众生都在因果法则的影响之下，承载着自己过去的选择和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冤亲债主的业力循环正是由这些因果关系所形成。我们在前世所欠下的债务，曾经伤害他人的行为，导致一些众生带着怨气或未解的情感追随我们到今生。这种因果纠缠不仅仅是单一的事件，而是经过多世轮回所积累的复杂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冤亲债主的怨念不断强化，使得这种业力的影响在我们生活中显现出来。例如，在今生遇到的许多不顺，往往是冤亲债主的存在在作祟。这些存在可能以各种形式影响我们的生活，造成身体健康问题、情感上的纠葛，甚至事业发展的阻碍。我们在生活中感受到的种种困扰，实际上是这些未解的因果关系在不断显现。因此，冤亲债主不仅是我们过去行为的直接反应，更是提醒我们去面对那些尚未解决的情感和债务。通过对冤亲债主的业力循环的理解，我们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和困扰并非偶然，而是由过去的因果关系所决定。这种认知促使我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
以及如何修正和改善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最终寻求解脱与内心的平静。冤亲债主的存在往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困扰，表现为健康问题、情感关系的干扰以及事业发展的阻碍。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无法解释的身体健康问题，这些病痛的突然出现常常令我们感到迷惑和无奈。佛教教义认为，这种身体上的痛苦可能是冤亲债主的怨气在我们身上的显现，他们试图通过这些病痛来提醒我们关注过去的未解因果。因此，这种痛苦不仅是生理上的折磨，更是一种灵魂层面的警示，促使我们不得不直面自己的业力。情感关系方面，冤亲债主的影响同样显著。许多人在婚姻、家庭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中反复经历着矛盾和冲突，这些问题往往显得隐秘而复杂，然而其根源可能正是冤亲债主的纠缠。例如，一对夫妻之间的反复争吵，可能源于某个前世的债务或未解的情感，而这段历史的阴影依然在今生的关系中产生着冲击。亲子关系的隔阂，朋友之间的误会，甚至同事之间的摩擦，都可能与冤亲债主的影响息息相关。这种情感上的纠缠，不仅影响了家庭的和谐，也让个人的心灵难以平静。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感到无力和不安，似乎总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操控着我们的情感状态。这种影响往往让我们感到困惑，甚至在某些时刻感到绝望，因为我们可能不知道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在事业发展的层面，冤亲债主也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妨碍我们的进步和成功。我们可能会发现，明明付出了努力，却总是无法得到应有的回报，或者在关键时刻遭遇各种意外的阻碍。这种种的挫折感，可能都是与冤亲债主的因果关系紧密相关，提醒我们需要去解决那些未解的过往。冤亲债主的存在提醒我们，生活中的种种不顺往往不仅仅是表面的困难，而是更深层次的因果关系在起作用。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觉醒，它促使我们去反思自己的行为，勇敢面对内心的纠葛，最终寻求解脱与内心的和谐。面对冤亲债主的困扰，佛教教导我们，业力循环并非无解。释放冤亲债主的业力循环，首先要认识因果，承认我们过去所欠下的债务，这是修行过程中的第一步。许多人对冤亲债主的存在感到恐惧，试图逃避这一问题，但逃避并不能解决根本。只有当我们真正意识到这些困扰的来源，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真诚的忏悔是释放冤亲债主怨气的关键。忏悔不仅是承认错误，更是内心深处的反省与改过。通过向那些曾被我们伤害的冤亲债主表达悔意，我们能够净化内心，减轻他们的怨气。忏悔的力量在于，它能够让我们与过去的因果关系和解，
使我们重新获得内心的平静和清晰。在忏悔的基础上，功德回向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释放方式。这一过程涉及将我们所做的善行所积累的福报，转化为冤亲债主的福报，帮助他们减轻痛苦，早日脱离怨念与轮回的苦海。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是在还清前世的债务，同时也在积累自己今生和来世的福报。这种双向的利益关系让我们感受到修行的深刻意义。持诵佛经和念诵佛号是化解业力循环的另一重要方法。佛教经典如地藏经、大悲咒等具有强大的净化业力的力量。通过每日持诵，修行者不仅可以积累功德，还能将这些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帮助他们放下怨念，走向解脱。特别是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能够安慰冤亲债主，使他们逐渐放下对我们的纠缠。此外，修持慈悲心也是解脱的重要途径。慈悲不仅是对所有众生的爱与关怀，也是对冤亲债主的宽恕与理解。通过修持慈悲心，修行者能够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冤亲债主，不再将他们视为敌人，而是视为需要帮助的众生。这种心态的转变有助于化解内心的怨气，促使冤亲债主走向解脱，最终实现和谐共处。放下执念也是化解业力循环的必要步骤。佛教教导我们，放下对过去的执着，超越过去的束缚是解脱的关键。放下并不是逃避，而是通过智慧的觉悟来超越过去的纠缠。当我们能够真正放下对冤亲债主的怨恨与愤怒，才能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宽容与善意，从而逐渐放下对我们的纠缠，重新获得内心的平静。通过善行布施与放生，修行者能够进一步积累福报，并将这些善行的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布施不仅是物质上的给予，也包括精神上的关怀与支持，帮助他们减轻痛苦。而放生则是一种将被困的众生释放回自然的善行，能够积累无量功德，帮助冤亲债主得到应得的利益，早日离苦得乐。最后，烟供是一种有效的化解冤亲债主业力的方法。通过焚烧供品，将供养的福报通过烟雾传递给冤亲债主及其他无形众生。这一仪式虽然简单，但需要修行者发自内心的虔诚与慈悲心。这种诚意不仅能够帮助冤亲债主，也能净化修行者自身的业障，促使双方在因果关系中找到和解之道。冤亲债主的业力循环并非无解，通过认识因果、真诚忏悔、功德回向，以及修持慈悲心和放下执念等修行方法，我们可以有效地释放这些业力，最终寻求内心的平静与解脱。在探讨冤亲债主的业力循环及其释放的方法后，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生活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困扰，往往源于深层次的因果关系。冤亲债主不仅是我们过去行为的直接反应，
更是我们修行道路上的重要提醒。他们的存在促使我们反思自己的行为，勇敢面对内心的纠葛，并寻求解脱与内心的和谐。释放冤亲债主的业力循环，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和持续修行的过程。通过承认因果、真诚忏悔、功德回向、修持慈悲心以及放下执念等多种方法，我们不仅能减轻自身的痛苦，也能帮助冤亲债主解脱。每一位修行者都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将自己的生活与内心的纷扰化解，从而逐渐走向觉悟的光明之路。总之，冤亲债主的业力循环虽然复杂，但通过佛法的智慧和修行，我们最终可以实现释放。无论过去的因果如何纠结，只要怀着慈悲与智慧，坚守修行的信念，冤亲债主与我们的和解将成为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净化自己的心灵，也能为他人带来解脱和安宁。愿每一个修行者都能在这一智慧的引导下，迈向更深的内心平静与和谐，最终与所有众生共享觉悟的喜悦。在这条探索冤亲债主业力循环的道路上，我们不仅希望能够解脱个人的困扰，更渴望为众生带来平和与安宁。随着修行的深入，我们逐渐明白，释放冤亲债主的业力不仅是自我救赎的过程，也是对他人关怀与爱的体现。每一次真诚的忏悔，每一份功德的回向，都是在为这个世界播撒善意的种子。我们期待未来能够看到更多的人意识到因果法则的存在，从而更加自觉地修行和反思自己的行为。无论是在家庭、朋友还是社会中，彼此间的理解与包容将愈加增强。随着心灵的净化和智慧的增长，我们相信更多的人将学会以慈悲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从而减少冲突与矛盾，实现内心的真正平静。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修行，影响周围的人，传播佛法的智慧。通过共同的努力，构建一个充满慈悲与理解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关爱与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是在解脱自己，也在帮助冤亲债主和其他众生找到出路，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最终，我们的愿景是希望能够在这个纷扰的世界中创造一个和谐共处的环境，让每一个生命都能感受到尊重与关怀。通过持续的修行与对因果法则的深入理解，我们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冤亲债主的业力循环终将被打破，心灵的平静与安宁将成为每个人的真实体验。我们愿意与所有众生共同努力，迈向更加光明与美好的明天。感谢你看到最后，回复一句三阳开泰，祝愿你阳气永驻，与光明相伴。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